频莉亚。今天呢是感恩节的前几天，莉亚来到了拉斯维加斯的 Resort World 名胜世界，这也是拉斯维加斯大道上最新的一家酒店哈。那之所以选择感恩节的前几天来呢，是因为这几天房费特别便宜，而且呢感恩节的折扣实际上都已经上了。那这次的旅途当中呢，我不仅要来体验一下这家最新的酒店，而且呢还有酒店里面的很多的美食，以及帮大家测评一下这个酒店到底值不值得大家去住哈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关于这段酒店的一个经历。Resort World 名胜世界就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，由马来西亚著名的酒店集团云顶集团所打造，耗资高达43亿美元。这也是几十年来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第一个全新的度假村赌场酒店。希尔顿的旗下3大品牌，包括康莱德、希尔顿等等，都已经入驻了，可以容纳3500间客房。整个酒店里面充满了高科技，如果你是希尔顿的金卡会员，可以直接以非触控的方式入住，不需要去前台办理了。而且呢，它的赌场也不是传统赌场，它可以无现金下注，博彩业最为先进的技术方案操作，可以说是黑科技满满。不过呢，对于我这个又不会赌钱、手气又超臭的人来说，来拉斯维加斯真的就是狂吃、狂买，好好享受的。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评价的话，名胜世界就只能说是还行吧。莉亚可真的是拉斯维加斯的常客，因为在过去疫情之前，尤其是我基本3-4个月都会来一次，不是为了赌啊，而是为了就是吃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住过很多拉斯维加斯的好酒店。我们最喜欢的酒店呢，实际上是永利集团的 Encore 还有 Wing 这2家酒店都是我们心头最爱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包括 Aria 这些比较新的酒店也是我们经常去的。那么所以这次我也是把 Resort World 这个康莱德的这一部分呢和 Encore Wing 还有 Aria 进行了一个对比。首先说实在的，这个酒店就是不如 Wing、Encore 和 Aria，但是呢，与此同时，这个酒店的价格实际上也是比这2个便宜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说，它确实是物有所值啦。像莉亚现在在的这个 King Bed 的这个最好的这个房间呢，是可以直接看到拉斯维加斯大道的，然后呢，酒店景色也是相当的不错，然后价格是80块1晚上。同时的话，我们作为希尔顿的这个 Gold Member， 我们还有每天50块钱的 credit， 可以在楼下那个 Sports Bar 去吃饭。所以呢，里外里算下来好像一天只有30块钱，那你还要求什么呢？但是呢，作为一个比较定位高端的酒店，康莱德在希尔顿旗下可以说是比较 high end 这样的一个品牌了。我们在整个酒店的感受的话，却感受不到太多5星级酒店的服务，可能它的定位也不是5星级吧。首先来说一下酒店的卫生，我真的觉得它的卫生做的不太好。5分的话，卫生只有3.5分。比如说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地板上有脏东西啊，有头发呀，垃圾桶不太干净啊。最关键的是那个浴帘，那个浴帘洗澡的时候就是没有恶心死我，因为它的底下都发霉了。要知道这个酒店是2021年的6月份才开业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说它的这个卫生间是整个给房子拉低的一个部分，它的这个厕所的水流特别的小，洗澡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水劲还不如我家里大呢。可能是因为我们住了这个58层的高楼，导致它的水压并不是那么的好。尽管酒店没有我想的那么的奢华，但是它在1楼巨大的精品商场还是很可的，尤其是现在接近于圣诞节了，各种各样的装饰非常漂亮。大厅的正中心有一个巨大的水晶球，这里是网红的打卡圣地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店铺实际上没有准备好营业，即便酒店都已经开业1年了。不过呢，1楼这家叫做 Vegans 的冰激凌店，莉亚是非常推荐的，奶味香浓，冰激凌很弹软，即便是关店之前也挤满了人。另外，名胜世界很吸引大家的一点呢，就是这里有个超级大的中国城美食街，它也是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唯一的一个中国美食城。莉亚是非常激动的。首先呢，这个美食城真的就像国内的美食城一样，是一家家的小店铺，中间摆着桌子，大家随意入座，而且小店铺也非常多，大概有30到50家。美食的种类也涵盖多种亚洲风味，不管是山东饺子还是越南粉、韩国炸鸡到广州煲仔饭，基本上应有尽有。不过你仔细看看，好像感觉有一点点一言难尽。在底下呢有一个所谓的中国小吃城哈，莉亚去看了，觉得一般。
如果是说带爸妈来，他们早上起来不知道该吃什么的话，其实去长安可以的。但是大多数东西我觉得都是骗老外的中国菜，你知道吗？山东饺子10刀3只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除非你是给我这么大的大蒸饺，否则的话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太过分了。还有什么越南粉呐、煲仔饭呐，但是你看这些东西都是用那种一次性饭盒做出来的，所谓的美食城，我觉得一般中国人也都不是特别能够受得了。除此之外呢，除了美食城之外呢，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中国餐厅，但是呢，另外看了一下，价格也确实是不菲，真的是不如去酒店对面的韩国烧烤街去吃那个 barbecue， 对吧？所以呢，我觉得所谓的这个中国的风味，更多其实是给外国人吃的，而并不是给就华人去吃的。好像又说成吐槽了，对不起啊，还来要说一下它的推荐，就是我真的很推荐希尔顿的Gold Member 可以过来住一下，因为确实金牌的这个 Member 和 Diamond Member 你们都能够有比较好的享受。比如说呢，今年莉亚到前台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如果我们在 check in 的时候有更好的房间的话，我们是可以免费 upgrade 到套房里的，只是说我们这次来它没有而已啊。但如果是您是的话，其实呢可以去前台问一下，能够免费升级到更好的套房。来拉斯维加斯主要就是瞎逛，谁会光待在一个酒店里呢？我们之后一路从凯撒皇宫逛到了 Aria， 也算是满载而归。一到酒店就躺倒了，别的不说，这床还是又软又舒服的。好，总体来说呢，如果这个酒店单日的房价是在80块以下税前哈，那莉亚还是比较推荐你来的，尤其是在康莱德这块呢，你可以自助 check in， 可以选择比较好的这个楼层。现在是夕阳西下的时候，真的是太美了，因为是直接可以看到日落的。另外一方面的话，就如果您是带爸妈来，然后想体验一下中国城的感觉的话，那我觉得也可以过来做一个尝试。总体而言呢，推荐指数我觉得大概在70%左右，主要呢也是新嘛，没有住过，来尝试一下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我是好视频莉亚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